到了2018的今天，很多人都在问邦尼，手机长得越来越像，功能也越来越雷同，但在价钱上，同样的规格，从13999一直到3万左右都有厂商在卖，那究竟差在哪里？我想作为一线的几间 Android 大厂，例如 HTC、Sony、三星等等，都能够在手机的深处找到更多年年累积下所产生的细节。或许这些细节我们不曾发现，但却深深影响着消费者的一切体验。而这也是其他厂商短期内做不来也跟不上的绝对优势。而三星的 Galaxy 经历了这么多年头，也算是背负着如此基因的手机。Note 9作为三星背水一战的旗舰级产品，也让我们更拭目以待三星在 Note 系列端出什么新科技，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从打开包装的那一刻就能够看到，三星在用户体验优先级还是相当高的。除了随附闪电快充的快充头、传输线等基本配件外，也随附了跟 S9 一样价值接近3000台币的 AKG 耳机。当然，原厂透明清水套也不能少，在材质上比较偏硬，相信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防护性还够撑一阵子。如果怕摔机的使用者，也可以选购我们有开箱过的犀牛盾军规耐摔保护壳。这次犀牛盾一样有针对 Note 9推出相对应的保护壳周边商品，详细介绍可以到资讯卡观看我们的完整介绍影片哦。另外，三星也随附了一个相当特别的 OTG 转接头，这也是邦尼想介绍的第一个不同。想必大家在换新手机的时候，转换资料是最麻烦的吧？尤其跨平台转换，基本上更是天方夜谭。不过有了这个 OTG 转接头，只要接上 Note 9，再把传输线接上旧手机，不论是 Android 还是 iOS， 都能够透过一条线直接转换。如果两边都支援转换，你的资料大至相片、影片、APP， 小至联络人、通话记录、简讯、设定、铃声都可以一键转换。除此之外，如果不想用线，也可以透过无线的方式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对邦尼来说，虽然一台手机只会用到一次，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新品牌比较难快速跟上的小细节之一。外观部分 ，Note 9一样保留了 Galaxy 系列一脉相承的双曲面 ID， 顶部部分拥有双 SIM 卡、双4G 以及 Micro SD 的3选2卡槽，底部则保留了 3.5mm 耳机接孔、Type-C 接孔、麦克风、喇叭以及 S Pen。右侧部分只有一个电源键，左侧除了有一体成型的音量键外，也保留了 S9 开始的 Bixby 按键。三星的 Note 系列设计一直都很鲜明，虽然 Note 9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不论在手感或是按键摆放的位置，都已经相当稳重成熟。点亮这块6.4寸 QHD 18.5:9 Super AMOLED， 只有一句话想说，在显示器的表现上，依旧只有三星能够超越三星。换句话说，邦尼团队还是认为，在手机上 OLED 阵营短期内还是相当强势的。不论在色彩的显色上，或是 AMOLED 天生的饱和度、对比度优势，都是目前相当惊艳的一块萤幕。甚至解析度到了 2K， 在亮度上都有相当惊人的表现。虽然高亮度下 AMOLED 容易烙印，但 Note 9的这块萤幕却是少数在大太阳下能够清楚看见内容的 2K 显示器，在亮度上确实相当足够，这点确实值得鼓励。另外 Always On Display 或是在充电时能够开启的萤幕保护特效，在 Note 9上也更增添了一点科技感哦。说完了显示器，再来看看音效部分。三星从收购了 Harman 集团后，在音效上也注入了一股新血。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邦尼先前推出的 S9 深度评测。在 Note 9上依旧还是由 AKG 来操刀，当然也还是支援 Dolby Atmos。除了随附的 AKG 耳机，在外放喇叭上也采用双喇叭的配置。邦尼在听过 HTC Boomsound、Sony 的 S-Force 之后，深深觉得有了 AKG 的三星双喇叭，也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Note 9跟先前几支旗舰的实际外放效果吧。
以明显的听得出来，经过 S9 的经验后 ，Note 9的喇叭除了在中高音都有更好的解析力提升外，跟 HTC Boomsound 的重低音或是 Sony S-Force 的高解析相比 ，Note 9可说是丝毫不逊色。跟 S9 比起来，更是少了声音被闷住的听觉感受。目前在影音娱乐的部分 ，Note 9还是得分。Samsung Galaxy Note 9在拍照上依旧强势，在 DxO Mark 上跟 U12 Plus 以103分并列双镜头最高分。规格部分搭载1200万加2倍焦距的1200万双镜头，并且在2颗镜头上都有 OIS 光学防手震。主镜头上一样拥有智慧双光圈，可以自动切换 f1.5 及 f2.4 两种不同大小的光圈。这时候问题就来啦。究竟双光圈可以做什么？帮你一次讲清楚。以往的相机厂商为了要让手机能有更多的使用场景，所以会选择光圈大的镜头，让相机日夜拍都能用。但光圈变大，在光源充足的环境下，相片的细节会有所损失。所以 Note 9搭载物理性的光圈切换模组，分别是 f1.5 跟 f2.4的两组光圈。透过我们的样张对比可以看到，F2.4 的光圈虽然进光量较少，但放大到右侧把手边缘，可以明显的看到，相比起来，影像更为锐利，细节更丰富，有利于大部分的日拍环境。不过在景深上就没有那么明显。而到了夜晚 ，Note 9就会切换到 f1.5 的大光圈镜头，应付低光源下曝光不足的问题。虽然画面更亮了，景深也更明显，但同时也牺牲了细节。如果还是有听没有懂，邦尼团队也整理了表格，让大家一次看懂。不过总归一句话，不是专业的摄影玩家打开来直接拍照就可以了，相机会自动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直接来看样张吧。第一组样张，我们还是从天空、绿树、地板还有建筑物出发。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们拍摄的样张，当天的天气是标准的台北阴天。在天空的 HDR 效果上，可以看到 Note 9跟 iPhone X 的云层表现还是比较有层次的。看到 iPhone X 的左侧还是有还原出远方的阳光余晖。Note 9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其他两只则是已经过曝了。而在白平衡上，则是 Note 9有更好的表现，饱和跟对比也更接近肉眼所见的状况。建筑物上，小米的 AI 还是维持一贯的风格，在立体感上更加强烈。Note 9的 AI 则是介于真实跟风格化之间，整体的画面风格跟调色也相对更讨喜一点。下一组一样可以看到 iPhone X 的 HDR 在阴天的云层表现还是有很高的水准，这也是 iPhone X 的 HDR 能够大展神威的时候了。看到 Note 9虽然损失了云层细节，在白平衡上稍微偏冷，但前景的绿树 HDR 表现则是最优秀的。小米基本上已经完全不尊重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就让它留在童话故事中吧。接下来这组样张是最近在媒体上讨论度颇高的大楼。这栋大楼呢，除了有跑车专属电梯外，还有不是，我是说放大来看呢。Note 9的 HDR 表现相比其他3只机台，在前景的 HDR 效果上稍微逊色，画面曝光也稍微偏暗。不过接下来这组搭配着夕阳余晖的大逆光样张，Note 9不论在 HDR、饱和跟对比的表现，却又是大幅度领先其他机台。在先前极端环境的 HDR 表现上 ，X2 Premium 都得到相当好的成果，而这次 Note 9的表现也丝毫不逊色，不论在色彩还原或是强光边缘跟前景的细节都非常优秀。小米虽然成功还原色彩，但放大到头部来看，居然帮蜥蜴美肤啦！接下来这组 HDR 样张放大到果实，一样可以看到，在减少细节损失的前提下 ，Note 9的 HDR 表现更为优异。而在望远镜头部分，搭载1200万 OIS 镜头的 Note 9几乎只能用完胜来形容。不论在灯光充足的环境，或是灯光稍微昏暗的无灰样张
放大来看都能够看到 Note 9的细节表现好上不少，而在8倍放大上胜负就更明显了。在其他手机都变成油画的同时 ，Note 9依然保留了最多的细节，在白平衡跟色彩上也都更接近真实。下一张的竞拍样张放大到青蛙来看，可以看到 Note 9在锐利度表现上还是更为突出的。整体来说 ，Note 9不论在白平衡、HDR、画面的对比度跟饱和，都算是今年邦尼团队体验过最好的机台之一。不过稳定性上还是比较吃场景辨识啦。先来说一下小米的 AI 风格，透过画面这2张在同一个时间、地点、角度拍摄的样张上，可以看到，在2次的连续拍摄中，竟然出现2种截然不同的 AI 风格，所以应该可以得到米8的 AI 在风格化的优先级更高。甚至接下来跟 Note 9对比，就可以看到小米的 AI 已经进入具有相片风格的调色画面，而无法显示出真实的环境色彩。如果你问邦尼这是不是一张好看的照片，或许我们会毫不迟疑的说，还不错看，但却是一张已经偏离真实的照片。究竟大家更喜欢好看的照片，或是更接近真实的 AI 智慧相机呢？右上角投票告诉我们吧。我们也提供一组 Note 9 AI 开启跟关闭的样张给大家。可以看到，三星的 AI 更偏向决定拍摄的数据条件，在真实的优先级上还是相当高的。搭载 f1.5 大光圈，在夜拍上就来到 Note 9的主场啦。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 X-E2 Premium 整体曝光还是比较充足，在暗部噪点跟看板上的字体也更清晰。不过拉大到右上的高光区域，可以看到 Note 9在 HDR 表现上依旧更为亮眼，而米8的夜间边缘模糊跟拉高曝光的噪点问题还是比较明显。下一组样张也可以再次得到拥有大光圈优势的 Note 9，在保证画面曝光的前提下，依旧能够让高亮区域有着相当突出的 HDR 表现。在暗部细节也控制得相当不错，不过 Note 9还是有先天弱势的。跟 X-E2 Premium 以拉高 ISO 作为夜间拍摄优先的机种相比 ，F1.9 加1900万画素的组合，只要保证画面纯净度，在画面亮度跟曝光表现上，能够得到比 Note 9更好的表现。尤其放大来看，天生高画素的 X-E2 Premium， 不论在纯净度或是噪点控制上，都有更胜一筹的表现。我们也提供 Note 9的防手震测试以及一些有趣的录影小片段。自拍上依旧是 Note 9的强项，前置800万像素自拍镜头，拥有 f1.7 的大光圈，不论日夜拍都有更好的效果，并且支援智慧美颜，不用修图就能把你拍得很好看哦。Galaxy Note 9搭载三星自家的 Exynos 9810处理器，128GB 版本则是搭配6GB 的 RAM。实测上，AnTuTu 达到245671分，在性能上跟 Snapdragon 845相差不远。各项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一下表格，更多更完整的测试结果，请上 isbonny.com 进行查看。实际体验上，传说对决还是相当顺畅的。续航上则是搭载4000毫安时的电池。PCMark 80%到20%的实测数据，在 Full HD 的画质下达到了10小时55分钟，2K QHD 的测试下则是达到9小时58分钟，一天一充绝对没有问题。回血的速度上 ，Note 9一样支援气无线充电，快充标准则一样维持闪电快充，所以邦尼觉得三星在充电上还是有可以再进步的空间。既然上了大电量，回血速度不够快可是不行的哦。不过在散热上，这次 Note 9也重新设计了从 S7 开始就有的水冷系统，在 Note 9上用上了所谓的碳水冷却系统，透过加入2片碳纤维材质跟更大的接触面积，让水吸收更多热能，并且透过蒸发跟冷凝的循环，让 Note 9的散热表现更加优异，
通讯上 Note 9除了搭载双 SIM 卡双 4G 外，更支援 5CA， 在通讯上也算是点满了。而在生物辨识解决方案上，三星依旧维持脸部加虹膜组成的智慧辨识，大部分的时间下采用更快的脸部辨识解锁，只有在安全阶级高的 Samsung Pay 才会需要指纹或是虹膜。这次 Note 9的智慧辨识在速度上真的是有感提升了，虽然针对眼镜族虹膜依旧不太友善，但三星的脸部辨识技术跟指纹辨识上都有一个大幅度的进展，再也不会遇到像 S9 一样虹膜扫不过，脸部不认你，指纹又不灵敏的问题了。至少体验到目前下来，没有遇到严重卡关的时候。我想第一次接触 Note 系列的使用者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 S Pen 真的有用吗？对于没有用过 Note 的使用者，肯定觉得不就一支触控笔，怎么会让手机更好用呢？所以邦尼团队想让大家回到原点，一起来体验 S Pen。当然我们也会照顾到 Note 的爱好者，也会来说说这次多了蓝牙的 S Pen 究竟有哪些不同吧。Note 9所搭载的 S Pen 一样拥有4096阶的细致感触，你的书写力道会直接反映在荧幕上，笔触过渡上也相当自然细致。这次更支援随抽随写的功能，只要抽出 S Pen 就可以直接在荧幕上书写，搭配这次黄色的触控笔，写出来也是黄色笔记，一体性相当强烈。另外加入蓝牙连结的 S Pen 也可以当成远端控制的小工具，除了可以在距离10公尺之外远端拍照，甚至也可以当作简报器远端操控 PPT。除了这些，你还可以针对每一个 APP 设置专属的功能，例如在 YouTube 中可以由 S Pen 控制播放、暂停、切换下一页，或是在相机中按一下拍照，按2下换相机等等。Galaxy Note 系列依旧是 Android 阵营值得期待的经典，在大家都是 Android 家庭的前提下，新品牌在功力还在酝酿的阶段，时常透过硬体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但对看了这么多旗舰的邦尼团队来说，一线的国际厂依旧有更多沉下气来做的优化细节。三星 Note 9采用三星沉淀已久的全面屏加双曲面设计 ID， 在影音娱乐上更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显示器，搭上目前最好的外放喇叭，相机部分不论日夜拍都有相当优秀的表现，在 DxO 更达到103分，即使导入 AI 也还是将还原真实放在相对前面的优先级。而 Bixby Vision 虽然在台湾形同花瓶，但还是相当期待后续导入。性能部分搭载三星自家的 Exynos 9810加 6GB 的 RAM， 称不上顶尖，但玩起高效能游戏绝对不输今年旗舰。续航则是搭载4000毫安时，足够让你使用1天半。重点是在系统体验、影音娱乐、生物辨识，跟 S9 相比都有更大幅度的进步，也算是把今年欠大家的一次补满。而至于 S Pen 有没有用呢？我只能说，连先前唾弃 S Pen 的邦尼，从 Note 9开始都爱上 S Pen 了，所以绝对会建议大家，就算没有要入手，也去玩玩看哦。Note 9，这邦尼目前体验下来缺点最少的一部手机。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Note 9进行投票，或是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的 Note 9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真的老皮哦。